路上碰到主人家回来了，就过来坐一下。你这个水要拉进来过来了啊？啊？看到没有？你水源稳当吗？你让？那个水稳当的哈。别只是弄到股长流水啊！你这还为弄多疯子啊？你疯子哪你为的啊？为的。耶，你给卖蜂糖一年都要卖1、2万块钱喽。卖个头，这是才挂上去的。才挂上去的。走。谁有点子？行。我们马前我就是有个道理，高铁修通了，现高铁要走这个地方经过。我就是我个最等，我看来等看哪个干。我看哪个，我也不搬，他们劝我好多人好搬，都来劝你搬。你现在今天就跟你家在这里哦。我在黑山家，要这个来家嘛。要这个来家没搬。你这台就你家了噻？这就我家了。他们都搬了。搬了，全部搬了，5家了吧？5家人全部搬了，就在你家。啊。5弟兄。啊，搬了4家了，全部回家了。他们喊你搬你不搬？不搬。正确的哦，跟你谈了。搞牛羊子没得？有啊。你哪里弄的？我的羊子。我没养你中哦。不吃，我不吃。我的羊子，我的些牛，我的鸡，就干这些。你也干那不搬？安逸哦，这环边弯开弯来的几把1000包翁的山林土地的，你住得完不？几把1000包翁。我住家不得也算是住的。人家就放养个，放给我干。块块大片片的嘛。自高低了嘛？上面大块块大片片的。这下面因为你这里还不算是很陡诶，这些土噻。陡噻。这大环弯土。这边的路，这上面都是2条路，毛路噻。他毛路挖到哪个呢？我想弄了，这个路噻，穿豆车子也直接拿土的东西来搞这个活动就，那现在把水冲上来，随便挖几整下，车子就来了。随便整下就来了的。他就是地了，但是这个从苗子这里直接骗，我从青龙头我要从峨眉山跑过，这边从口这边我给山上的一片都是好处啊。谁？都是大块块土啊，这是。这大环弯。啊，又平又不陡，水源。这水源那中国3级这个5级这个人测的水源那又不喊黄，随便乱是都找到。可以。这个好。可以，有人看得上的话，我就喊他们来看哈。可以啊。它这个内面卷100小东西内面卷哈。对。那个水源的问题，3、5级这个人，这个水源好找的。我找到。这个地方都不按整体一片的户口地，现在也全部打荒了。这个又不管他来整哪起做哪起，现在现在打荒好几次。高级大家弄来开会，就是有人来转包，有人承包。你们愿不愿意承包这个？但是不能漏块，不能漏份。把定还要干，不能够活得不干呢。对。你例如我有10亩，有20亩，一年没谈800块钱了。我一年有10亩的，没6000多块的噻。对。你那个买菜，一年前面你就吃的噻。这个鸡巴说，我说你。要么长刺、长巴伤、长棒棒的，皮那鸡巴用。人不是用检测的办法，他就要对。属于对。要是有这种条件，给啷个大老板进来干，啷个和他进来干下去，我们可以合作。要得。可以给你们协调这些问题，我就可以给你们，反正我在屋头的。要得。大家好，刚才我本来说要走了，然后这个大哥他回来看到了，就让我在家里坐了一下，然后讲了一下他这个地方的情况。然后他现在是住在这个山上，他这里有5户人家，等于现在呢已经搬迁走了，只有他1户在这里。然后这个周边呢，大家大概也看得到哈，这一整片山下去，一直到下面半山腰，上面这一整段，都是荒掉的啊。他们人全部走了嘛，只有他一家人住在这里。他估摸一下的话，上千亩哈，应该是接近上千亩。这个土地3人加在一块上千亩。那他很好说话哈，他说如果有人要进来，这里搞开发什么，他肯定配合，而且他全部都可以去调节，就是这几户人家他全部可以调节。一般的供水的话，他也可以就是想办法解决。还有这个他这里路不是不通嘛，但是毛的公路是通的，他自己呢也会马上
出钱来把这个路平一下，让这个一些大部分的车都能开上来哈，就是什么越野车啦，这个拉货的车啦都可以开上来哈。他自己可以出钱把这个路搞一下，所以这位大哥非常给力哈。然后所有人都搬了，就他不搬，他愿意在这里发展，所以如果说有朋友看得上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留言哈，大家可以留言私信我，然后呢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我觉得它这里一整块地方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那位大哥说的，他们这一片的这些土、这些荒地，是10年前全部搞成坡改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都是坡是吧？10年前呢，他们因为可能是要发展什么其他项目呢，然后这里面呢全部把它改成了这个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土啊，所以它就不是坡，基本上都是每一块都是平的。如果说要开发，不管是种植，就是大批量种树也好，不管是其他种什么东西也好，那么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啊。它基本上你看去是一个坡，但是它的土地呢全部是一整块一整块的，所以说整个条件哈，就是硬件设施是非常好的。看一下这个土，看这些全是一块一块的哈，平的，它不是那种。不是大家不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就是坡地哈，看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平的，是吧？整体这个状况非常好。它这边这一个山，他们这边这一个山全部是坡改梯，全部是一块土一块土的。所以说，特别适合就是做那种大面积种树的那种项目啊，而且路也是随便搞一下就可以通车上来，整体环境啊，包括这个条件呢都非常好啊。然后这里的整个交通情况啊，这里是要过高速路的，大家看一下。然后这里全是修高速公路的项目在这里，它这个公路是从这里上来。然后刚才我们介绍的土地。就是背后这一片，然后住的房子是在这个山上面的啊，所以这里整个环境比较好。然后它这里的话，高速路一直从这里通过去啊，通过去呢，大概往下走，往仁怀方向走，有这个6、7公里左右，会有一个出站口啊，就是团集大桥前面有一个出口，那么那个位置离这里呢，大概是7、8公里的样子。那么这个下面是有便道的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便道直接过去呢，可以直接到这个高速路口上高速，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以后这个地方交通也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想一下，下了，这里就是高速路是吧？到前面去下了高速，然后再回来的话，大概就是8公里的样子啊。所以整个交通也会非常方便哈，这里。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重庆丰都的大山里，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崖壁底下，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山洞之中，方圆几公里呢都没有人烟。这户人家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居住安家，并且呢把房子建在山洞之中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大家跟我一起进洞去探访一下主人家。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户人家所居住的大峡谷。我呢，其实也是从那边开车过来哦。然后呢，路过这里的时候呢，晃眼之间看到那个地方有一户人家。这个路往前去呢，那个地方还有一段的盘山公路啊。它这里呢是有这么一条公路，径直的通向他居住的地方。还好啊，它这个地方已经通公路了。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就在一个大峡谷之内啊，整个这个峡谷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的，只有他这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崖壁洞中啊。这个环境是不是非常漂亮？我们看到主人家好像是在地里挖东西，那儿呢停有2辆车，不知道是来玩耍的还是他们自己的车。我怎么感觉前面好像有人在那儿直播呀？
是不是外地来这个搞直播的人？美女，你这个是在这里搞直播吗？哦，没在播啊，也是外地过来的吗？哦，你这小狗咬不咬人？没有，我拍视频。你们也是过来玩的是吧？哦，就住这里的吗？哦，别的地方过来的。我是来这里，我还不知道嘞。我车子开到上面看到的。我也是在外面到处玩的。外地的遵义的。你一个人在这播吗？没在播哈。哇，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正好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下的山洞里面。吃饭没咯，大哥？你是住这儿耍的，不是住这儿的？哦。我遵义的。嗯，你晓得吧？哦，你是住这儿的哈？哦。你们在搞啷个嘛？哇，在整木头啊？你们在整木头卖吗？啊，没有。哦，我看噻。哇，他们这里是在这里做这个棺木来卖的哈。搞了几个了？4个了。他这个搞来要用上油漆吗？不用上油漆啊？这搞得这么大呀？你们这边木料大呀？这个棺木挺大的。哦，你就是来帮他们搞这个。它这个上方是盘山的公路，这里呢就是一大片崖壁啊。这个崖壁的高度可能是70、80米。哇，崖壁角堆了好多的这个要烧的这个木材。它这个房子呢，实际上就是镶嵌在这一片崖壁的一个山洞口啊。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上方呢都熏得黑黑的，那个呢因为长期在房间里进火焰煮饭嘛，所以就正常熏的那个黑黑的火焰。然后这边这个半崖这里啊挂了两三排的这个玉米啊，就挂在那个半崖上，还做了一个栏杆啊。这胆子小的还真的不敢上去啊。它这个木房子呢建的是2层啊，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应该是堆一些东西。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峡谷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要开发旅游啊？咱也不知道。它这个下方的还做了一个沟，然后这里呢就他们这个大叔和这个阿姨他们2个人在家里啊。是贵姓的？我姓罗啊。姓罗。你好大年纪的？要满60岁了。要满60岁了啊。你们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好多年了？100多年了。100多年了。现在等于就是你和阿姨在家里面。哦，就在这挖屯儿种点玉，种点苞谷哈。种点苞谷。你咋了？你听得出来我说话噻？听得出来吧？听不出来。我遵义的。遵义的。跟说话跟重庆有点像是吧？是。有点。遵义都挨到重庆的了嘛？在这里都住了100多年了，住了好多代人了呀？差30代人了。30代哈。是你们祖祖的时候搬进来的吗？我们爷爷辈搬进来的。那你这个房子是你建的吗？是他们建的吗？他们建的。他们建的。当时他们啷个会想到起在这儿来住啊？晓得了，我也找不到。你也找不到的。我们那时候小啊，我们爷爷那时候走了，住的时候没生长我们了。哦，你们爷爷过世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没有。那确实搞不清楚。住在个洞里面是不是冬暖夏凉？是啊。站在这儿都一个风都比较大。那是凉快哦。你们那个房子还是建的2层哈？层数是30层的。建的30层。那建的有点大，正好把个洞口全部给它堵起哈。是啊。住在里面倒是要得。那是人生穷了没办法，只有做爱情。
其实以前嘛，以前的人，以前他们应该是躲啷个才跑到这儿？是，对吧？对头。因为以前是乱世了嘛。你不找个好点的地方躲起的话，有可能生命都成困难。那是。等你在涨水的时候了，这个下边的这个水沟都比较满哈。水大吧？人家满不下，有半河沟。有半河沟。那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小孩呢？去读书去了。小孩读书。在读大学了？小学。小学。有的有出去打工去了。那你家小孩好多个？我们一家6口人了嘛。4个小孩。有女儿嘛，女婿嘛，他有2个娃儿啊。女儿、女婿。2个娃儿。等于你就是1个女儿是吧？哦。过年些转那边？转来的。也转来哈。过年在家里面过年了嘛？平时的话都在城头。在丰都吗？是啊。哦。你出去过没得？没出去过这个。没出门过。都是在家里面。你像你这点就在你住在这儿呢，总包括这些会不会有野猪啊？小？没得。现在没得哈。没得野猪。大叔在这里干活啊，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大概了解这里的情况了啊。到他们房间里面看一下，他说这个房子是有4层的，我们在外面看的好像是2大层，上去内部看一下。这个就是进来的正门，他这个房子呢，说是已经建了有100多年了吧，在他的手上呢，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改装，可能就这个上来的这个楼梯吧，稍微改装了一下。阿姨，上去转会儿了。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可能是偶尔有人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呢，可以在这里临时煮饭吃一下。这边就是厨房，哇，这个洗脸的这个架子有些年头了，这得100多年了吧。这边，哇，好多的腊肉，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了，这个厨房就正好顶在这个崖壁的这个前端哦。这边是侧边的一个小道上来，咱们走这边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栏杆上搭了2排的玉米啊，非常的漂亮。你像这儿做有这个栏杆，否则我也不敢再从这里走，因为下方就是很悬的这个崖壁，看一下。哇，这边还可以走到这个半崖上来。哇，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我就问你们怕不怕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呢，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崖壁的小道，从这里走上来。这儿呢有一个平台，这里有一个洞口。他们的玉米收了之后呢，就把它挂在这个栏杆上，剩余的一些叶子呢，就背上来倒在这里。哇，这儿的环境那是相当的舒服。尤其看到一栋楼房在这里，边上还挂了几排的这个玉米棒子，看起来真的是烟火气息十足啊，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这边2楼咱们上来看一下，这个跟我们大多数的农村一样，这个上面都是堆杂物的。哇，这边堆这么多玉米。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它是4层结构的房子，大概房间总的有5、6间吧。而且呢，已经修建了100多年，就是这个叔叔他的爷爷那辈儿就修建好了，4代人在这个崖壁下崖居了100多年。假如说让你在这里来居住一段时间，你愿不愿意呢？
朋友们，你们现在肯定猜不到我在哪里哈！我现在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三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省的公鸡打鸣呢，3个省的人同时都能听到。我所站的位置呢是贵州的地界，这个地方呢是做成了旅游区啊，整个空中俯瞰下来呢，它是一只雄鸡的造型啊，非常之好看。然后我们的对面呢就是云南和四川。然后我们的下方呢，就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一个交界，这个地方呢也称为三岔河。大家看一下，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对吧？2条河流硬是将这山川呢切割成了几个大峡谷。然后这一边呢是贵州的地界，那边呢是四川，然后这边呢是云南。那么在云南和四川之间呢，架起了一座桥梁哈，这座桥梁呢有180多米高。在未架起桥梁之前，四川这边的人要到云南来走亲戚的话，要走2个多小时。现在桥通了，只需要5分钟就能走到。上世纪80年代，云南和四川之间的来往太过艰难，官方首次提议修建鸡鸣三省大桥，但因当时桥梁建设技术水平的制约，较长时间没有进展。到2006年才启动了鸡鸣三省大桥的立项。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对地形不断的勘察设计，又经历了10年的时间，直到2016年7月3日，大桥才正式开工。2019年7月7日，鸡鸣三省大桥完成主拱圈合拢工程。2020年1月21日，鸡鸣三省大桥才正式通车运营。大桥的修建从提议到建成通车，经历了长达40年的长跑。40年啊，朋友们，很多当初的小伙子都熬成了老大爷，才看到了鸡鸣三省大桥的通车。要在这样的深山峡谷建起来这样一座大桥很不容易，可以说鸡鸣三省大桥的建成也体现了我们中华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进取的决心。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深山河边那里住着一户人家，他这个位置真的是世外桃源啊，风景非常好，而且门口呢就是一条比较大的这个河流，水也非常清澈，然后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哈。这旁边就是一条河流，真的是太舒服了。然后这里呢是挖好的这个毛的这个公路，直接通到他家门口的，然后就住在这个深山里面，周围都是没有人的哈，就他一户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交通不方便啊，大家可以看它一户独住深山，对不对？然后这里是有这个毛的这个公路过来的，那么前面当然是没有路出去了，它到这个公路到它这里呢就到头了。然后咱们看一下他们背后都是这个大山，当然山上的话也住有1-2户人，但是住的人也不多。然后这个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公路过去的话，那边有桥，大家看到吗？正在做的这个仁遵新高速的那个桥是从那里过的。然后这个山上面的话就有这个高速路的出站口，也就是说它这里这个路的话硬不硬化都没有关系啊，很平的过去的。过去之后前面有一个地方有桥过去，那么上坡呢就是水泥路了，
直接上去很近，就到这个山顶上面，这里有个高速路的出站口，所以说非常方便。它这个位置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说又隐蔽又舒服，然后交通又非常便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世外桃源，太舒服了啊！啊，这个坝，你们看这个坝这么大的一个坝，还可以做一些动作。这个河水呢，一般来说都不大会满出来的啊，一般都不大会满出来，不是那种几十年一遇的洪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漫到这个上面来的。哇，这个平坝也是非常大。当然，这个平坝如果说要利用的话，还是要填出来最好，填的跟那个围墙一样高的话，就不会被淹到了哈。最好是把这个平坝全部填出来，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操作，其实是可以的。哇，这儿我有一个马，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哟。这棵是一棵什么树？看起来这么好看。这个狗咬了也没人出来了，那没人在家吗？没人在家吗？没人在家的哦。哎，但是这个烟囱都有烟的呀，没人。这个是喂蜜蜂的蜂桶。呀，那里还有两个小羊。那边那个应该是羊圈啊，可能这个主人家养有一些羊吧。咦，还不少哈，养了几十只羊，看一看，应该里面有应该10-20只羊是有的。你们再看一看这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个往这边过去是河的这个下游，然后这边是上游，看到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公路从那里过来的话，就到这里了。大概那边在那个位置就有公路上去，咱们这里是看不到的。没有，这小羊是刚下的。这个主人家没在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说在的话找他聊聊天呢，这个没在的话咱就没办法了。怎么样，朋友们，大家喜欢这里吗？太羡慕这个地方了。要是我的地方就好了，我就把这一片就按我的想法去搞，肯定很多人愿意到我这里来玩，对不对？造一排这个小木屋，然后呢就是让一些人喜欢旅游居住的就到这里来居住，然后他们可以，你鱼塘都不用建了，就是造一排房子之后，让他们自己在这个河里面去钓鱼，是不是啊？钓这些小黄刺鱼，还有其他的一些白条啊什么的，钓来然后自己在这里煮来吃。再那个什么，再养一点鸡鸭鹅。其他东西就不搞了，因为有污染的东西就不能搞。再养点鸡鸭鹅，太舒服了，真的，很多人会愿意来的，朋友们。这个河又非常的清澈，当然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河水稍微有一点点泛白的原因是上游那个地方呢，因为在筑桥等呢，它有一些石头会滚到这个河里面来，所以说整个河经过冲刷呢，它这个河水有一点点泛白啊。但是只要高速路一修好的话，这里的河水就是清澈见底的，非常非常舒服啊！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泸州的叙永县，看到我身后这个崖壁上没有？有一条水渠，又是通行到呢
横穿崖壁而过。前方呢就是鸡鸣三省大桥。今天呢，重点要带你们看一看这个崖壁小道，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那它为什么要修这个崖壁小道呢？慢慢跟你们说来啊。这个地方呢，地处云贵川3省交界的地方，对面那儿呢就是鸡鸣三省大桥。这一条悬崖栈道呢，属于这个四川泸州的叙永县，链接岔河村的2个村组。那么这里公路大家可以看到，到这个崖壁角呢就已经断开了，只能从这个悬崖小道呢走到对面一个村组去。据说修这条栈道非常的不容易啊，它并不是只是为了通行，还有一个引水的一个作用啊。走吧，大家跟我们一起上去看看。是你背的是啥子？包谷。包谷，你是从哪边背过来的啊？我今天赶场是没了。赶场跟没了。是从那边背过来的是吧？哦，从那边运到这个矮脚，然后你再背过来。我家就在头子。哦。我底下说那大哥你拿头的。我这一类，我一会儿扔在那说。你慢点啊。这个栈道上呢可以通摩托车哈，他们当地的村民呢就用这个摩托车从这里骑过。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刚刚那个大叔在这个地方来背包谷。实际上他们这个小组呢已经是通公路的，从这个崖壁的顶端高山上，然后从那边绕来绕去绕到这里来。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背包谷呢？让摩托车把他的包谷运到这里来，然后从这里背下去。因为这边过去啊就是岔河村，那么从岔河村那里公路啊绕到这个山顶，然后再绕到他们这里呢有10-20公里的路程。但是他从这里下来之后，从这里过来呢，实际上到他家里呢就是几百米1公里不到的一个路程。所以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是非常不方便，而且你让别人运送呢，运费也不低，所以他宁愿从这里背过去呢，他也不宁愿车子去绕20公里，然后再到他家的这个位置啊。好热呀，朋友们，先洗把脸。很冰这个水。现在我就是步行在这个崖壁栈道上，这里面呢就是水槽，外边呢正好可以供人通行。当然这个外边有护栏，因为下面呢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悬崖修建非常的艰难险阻，从这个笔直的崖壁中间抠了这么一个沟槽，然后来供这个水的流动，包括我们人的步行，非常不容易。这一条悬崖沟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修建的呢？上个世纪60年代呀，岔河村呢干旱少雨，村民呢缺水少粮，有很多村民呢就跨过这个崖壁到这个对面云南这边呢来背水。也因为这个情况呢，很多村民跌下悬崖呢经常受伤。当时时任村支书的杨田科呢就组织当地的百姓啊，准备修这个水渠去引水。因为他们背水的时候就发现云南那边呀有一个叫盐口的地方呢，就有一口水是可以来饮用的。所以在69年的时候啊，当地的百姓呢就自发的组织起来，男的呢就在这里凿水渠，女的呢就作为后勤煮饭呀、送水呀之类的活。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水渠啊，它实际上是当地的村民啊用钢钎、二锤、铁锹一点一点给凿出来的。你们知道1年可以凿多远的距离吗？1年最多就凿到60-70米。所以凿这条水渠足足凿了8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条水渠凿通，所以说是非常的艰难险阻啊。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上面呢，可能都害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时这些老前辈啊，他们是如何在这里修建这条水渠的呢？可能是需要上方进行悬索掉下来，然后人悬在半空中，再慢慢的开凿这个水渠。什么概念？
大家可以这样数一数，也就是说，我们走过去1小下的时间，那么村民们找水渠就可能花了1年的时间，因为1年的时间只能找60-70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啊。正所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岔河村的村庄这么漂亮，跟这股水有绝大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69年开凿，那么78年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引过来了。引过来之后，就解决了这个村庄1万多人的这个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增加了400亩的稻田耕地。朋友们，是不是一个壮举？如果说没有上个世纪这个水渠的贯通，我们今天的岔河村也不会是现在这般眉目。所以说，我们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今天的生活状态。不光是引来生命之水，也解决了发展的问题。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敬重和宣传。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哦。现在我在遵义市汇川区三盆镇的建坝村这边，这个山下呢有一个位置叫山长水。之前我也跟大家拍过视频，就是它这个山腰上有一个洞穴，是从下面上来的一个洞穴啊。每一天呢不定时涨水3次啊，非常的神奇。之前上一次呢我已经跟大家拍过一个视频了，今天呢我想过来再求证一下哈。再求证一个什么事情呢？等一会儿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看一看我能不能求证到这个我想要的结果啊。然后这个位置呢，大家如果想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稀奇呢，你们就导航到这个建坝村，然后问山长水呢，当地的村民就会告诉你们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这个位置啊，在下面这个位置，这里有个摩托车在这里，可能也是专门来看这个的吧。哪个说早上出来过路啊？哎，放羊子的娃儿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洞，它是往下走的，知道吧？它是从下面冒出来，它不是平的哈，它是从下面往上冒的这个水势，所以它还是说比一般的一些地方的山长水那种，就是涨潮的那种，还是要神奇一点的哈。因为整个水是从下面往上面冒的，它这个洞是往下走的，下行的。咦，会不会还要等你一个多小时看这个趋势？看多小时钱都要好。他这个是早上应该是天亮之前出来过。出来了，渴了，来了1个多小时喽！快点把水放出来喝一口。你干哪？我在外面等着呢，快点！我看你哈。
我跟大家说，今天我在这里又等了2个多小时，然后水没出来，不等了哈。然后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我来想求证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有些地方啊，有那种水就是一喊的话，它就能出来，是吧？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来测试一下喊能不能喊得出来。结果我喊了之后，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出来哈。那么就证明这个靠这个声音的震动喊是喊不出来的哈。那么它的时间也是不定时的哈。下面呢，就给大家放一放之前拍的视频啊。来了，刚才听到声音了。没有出来的人就排。来了。没有出来的人就排，这儿就排，排一会儿水就出来了。不要闹啊！我看到有声音的了。来了。来。没电子的，哇，出来了！出来了，牛就出来了。你那边就看不到嘛，你就推进去了。哎呦！真的等到了。从12点到现在2点过。看。哇，慢慢的流起来的。还大呀那个水哦！你撞了嘛，我都不受言语了，不是吗？好大嘞，这个水还！现在出来了。现在都可以成鱼了，高兴的。哎。今天我们大家的运气都很好啊！我就在想到可能我走回去了以后。你来，你下次来，跟我那个10个8个，多点。对。好神奇哈！真的是湖头了嘛，我给认了，从我来的海里。哇，水大呀，好大呀！你看嘛，蛋儿。现在没有到，咱没红豆儿，从这来弄过来，没。哎，如果一点点水嘛，你要说给关键弄大湖水了吧？还在涨哦，好不？耶，今天龙王高兴。要到大饼了。好的，我喊你，我好的，你看我好高兴了，我这个人家不能通啊，真的安逸，太安逸了。哎呀，夏天了，这就没有红豆了。视频的前面呢，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这个洞穴呢，它是下探的，不是平过来的，所以说还是蛮神的啊。然后这个水呢是每天要出来3次，它每次的这个时间呢也都是不是定时的，大概每次出来水呢持续流20分钟左右。而且他们当地的人还有一个说法哈，就是这个水出来之后一直往山下流，刚好流到下面的大河呢，这里的水就停止，这点还蛮神的哈。大家如果说想到这个地方来自己亲眼目睹这一奇观的话，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你在早上11点钟之前一定要到这里。大概中午这一次呢是11点钟到2、3点钟的这个时间段会出来一次啊。想看早上的一次和下午的一次的话，时间非常难确定啊。所以说大家想来看一看的话，就来看中午这一次，早上11点钟之前到这里就可以了。带着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私奔，隐居深山50年，为了方便妻子下山，徒手凿出6000多级的爱情天梯，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爱情。这是发生在重庆江津大山里的真人真事儿。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国江，他与妻子的故事还得从刘国江6岁的时候开始说起。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爱情天梯的山脚下，穿过这个吊桥，然后从这边山上上去呢，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哈。这里呢，就是2位老人的一个塑像啊，大家看一下，特别慈祥的笑容。这里呢，就是爱情天梯的第一步。从刚刚我们来的吊桥那儿走这个峡谷进来呢，大概是800多米的一个路程。走吧，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走一走这6000多阶的爱情天梯。上个世纪40年代，当时只有6岁的刘国江不小心磕断了大牙。在农村呢，有这么一个习俗，小孩子磕掉的大牙，如果被新娘子摸一摸呢，就能再长出来。当时大刘国江10岁的徐朝清呢，正好要出嫁，也就是后来刘国江的妻子。于是呢，刘国江的伯娘就抱着他去给新娘子徐朝清摸了一摸她的嘴巴，
那一年，刘国江6岁，徐朝清16岁。这一幕呢，给刘国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徐朝清16岁结婚，26岁时却因丈夫意外离世而成为寡妇，婆家呢就说她克夫，于是她带着4个孩子独自生活，没有吃的，就背着孩子到山上捡野生菌，连3分钱1斤的盐都买不起，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有一次，徐朝清和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而16岁的刘国江刚好路过，把他们救了起来。这也是刘国江第一次看清楚徐朝清的模样。之后呢，刘国江经常主动去帮着徐朝清料理家务、上山砍柴、做农活等等，如此帮助了徐朝清3、4年的时间，两个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相爱了。但是他不但比他大10岁，还是个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自己的父母不同意不说，村民的闲言细语更是能把他们淹死。为了不给父母太大的压力，避开村民的闲言碎语，1956年的某一天，他们相约带着4个孩子一起私奔了，跑到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过上了与世隔绝般的隐居生活。丈夫打猎养蜂，妻子种菜织布，共同抚养着4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次，妻子徐朝清下山不慎摔倒，浑身是伤，刘国江心疼不已。为了方便妻子出行，刘国江决心亲手开辟一条道路，方便妻子上下山。每天他忙完农活，就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这悬崖绝壁间，用铁锤、钢钎一点点地开路，凿石梯。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随便吃2口，争分抢秒为妻子打造安全下山路。要知道，机械化的今天，想要在悬崖间修路都非常难，而刘国江只凭一双手就做到了。从朝气蓬勃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末年，不知不觉半个世纪就像弹指一挥间。他用碎了20多把钢钎，40多把铁锤，硬是凿出了6208节天梯。天梯凿成后啊，每一次下雨，他都要亲自来擦拭这每一节天梯，为的是防止天梯上长出青苔，导致妻子滑倒，保障妻子的安全。你们看，多么的细心啊！每次修完石梯回家，徐朝清都会摸着刘国江的手，看着大大小小的伤疤和老茧，心疼不已。刘国江都是一笑而过。徐朝清说：“我心疼他，可他总是说等路修好了，我出山就方便了。其实呀，一辈子我也没出过几次山。”为了安全的让妻子上下山，刘国江花了整整半个世纪，6000多节的台阶，每一阶都是对妻子最浓厚的爱意。这个呢，就是当年2位老人住的故居啊。但是9年以前呢，其实是一个荒废的状态。后来这个不断的有人在网络上反映呢，所以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呢就回来把这个房屋打理起来。所以现在呢是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小儿子他们住在这里。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上来的时候是住在上面那个一个岩洞的下方。我们走这里走上去看一看。哇，他们曾经居住的这个洞穴就是一个水帘洞啊，非常的漂亮。看，这里是以前打造的这个石桌子，是吧？当年2位老人上来之后啊，就是居住在这里。那么这里有一些小木料呢，我们也看得到，那边还有一个吃饭的一个石桌子。这里呢写有几个字啊，七生崖。正好这里呢上面有一个盖着的大石板，那么在这个下边呢就不会被雨淋到，而且门前呢还有一个瀑布啊，这地方真的是美如世外桃源一般。那么他们2位老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年之后，才到这个下方去住的那个土墙房。2001年，一队户外考察队进入森林探险，看到有条石梯通向人迹罕见的高山，于是一路进山，才发现刘国江和徐朝清2位老人。他们仿佛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点着煤油灯，住着简陋的土墙房。而以前没有土墙的时候，是住在山洞，在山上开垦土地，耕种粮食，自给自足。后来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传开，人们便把这6000多节的台阶命名为爱情天梯。
2007年，刘伯江老人离世，5年之后，徐朝清老人呢也离世，二人合葬在爱情天梯旁。他们牵手一生，相守半个多世纪，终成传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随。这个主人家已经回来了，我听到车子响了，我现在就跟大家了解一下。你贴个这蛋糕啊！你说你们有人要过生日啊？哈哈哈。今天才涨的哦。但你啊，你放椅子那个放了啊？可能是我哥，他一直想打绳子去了。哦，那会儿走山里面打绳子去了哈。对，跟那有些菜呢。你看这个园坝里面都长起菜了。奇怪了。不奇怪呀，证明你要发财的呀。哈哈哈哈。我不抽气，不抽烟，不抽烟。是你们妈妈呀？你福气好啊，2个娃儿哈。嘿，对啊，2个就这种，我就现在稍微带2个。一个男娃儿，一个姑娘，福气好啊。哦，你就是带娃儿哈。我在带娃儿，他说我就来。哦。还带金币转了，准备在外头住一段时间呢。啊？还带金币了，准备在外头住一段时间呢。住了几天了？放多天了？昨天那天了？哦，放假完了又去带。这个中秋节他们准备回来住个7、8天，然后带了好多东西回来。平时都是不回来的哈，正好这2天回来住段时间。我的面子跑那儿那个。哦。我刚才在下班问他们，你的电话都问不到。问不到。嗯。问了几家都没你电话的。我就问下你这个房子租不租？他们有好多人准备来这里住。有好多人都问过，他在看哪种租法。有人问过你的是吧？哎，看他是哪种租有几种租法了嘛？我不抽烟，我不抽烟。他是以哪种租法？你感觉啊？他是有些他又租几年嘛，他是租必须儿说嘛，他是。他肯定是租几年。肯定是租几年，也租的肯定都是租几年。或者他是好多看。这全部是你的噻？哎，好多人进出嘛是哪种形式来做？进出可以交的吧？交的。你自己是啷个想法哟？我也是，反正我没得外头可以有人，他就高兴了，这点园子自己完全可以的。反正你徒弟他也可以住噻，也没事的。徒弟他人住噻，这样来做全部住起更好，免得这个草长崩隆的。荒野哈。哦，可以呀。我那个嘛，我就是朋友过去回家几天。啊，你对了。留2根，然后有些房子人进去都无所谓。对。这都是小事儿。主要是对卫生方面，也搬城里面来，基本上都是城里面的人来。这种人他是卫生得很的，我跟你讲。长期住起，他就当成他的家了，无拘无束的，我觉得矮得很。矮哈。没哪能。对。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村这一圈来讲说爱干净的话，这个不是字画哈。虽然就是土一点的话，在我们农村我这边可能算低。原来可以说有旅游的，有些留我的号码，他自己留了。我说没人，我都没关系的，因为帐篷尽管打。哦，打帐篷都打你这把子。要是他们跟我表态，他来的时候我这个是个啷个场地，走的时候就回我个啷个场地。我说没得关系的，欢迎，免费的尽管进出。你看整个外面整个房子周围，我觉得你真的是爱干净的人。我走了好多地方。大半年没有进去了。大半年没来人了。你在外地干活了吗？6月3月份就走的，我来西双版纳这里昨天来的。云南西双版纳。那你这个你这样天过来也要赚钱噻？我转的就是我也是讲究娃儿，就是放那几天假嘛，回来看一眼，不可能说不回来那个就。哦。过几天我还是要走。对。他说你这可以搞水厂都可以啊，下面跟老娘说的。这个条件噻。
哪能嘛？原来有过几个人，他有这种想法来搞赔偿。啊，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人了嘛。你的地方别人都能拿开啊。我他不拿开嘛，他有其他方面他要拿钞票，你要走他路去进去不，他要哦，那个路哈，大修的。哦。这个就是个恼火式的。政府出面不行那种，夏总。这边嘛当然行喽，政府出面嘛他还是得听一个说法噻，要不然老百姓他意见噻。很自然的，我这个都是从挨坑里面出来的啊。哦，从这个挨上出来的水。哦，2块钱了。我了，我这个。每个贵我这个水是干净的，看不舒服了。你这个真的可以开水厂过来这儿的水。然后哪儿？开水厂够了噻。够。自己那天晚上这点水收起来有好多啊。嗯，多。那不是火哎。这个水还整得漂亮的，从高里流下来。我那个水都有2管了，那个水我这个从那爬下去了，要自然走的嘞。哦。我们以前小时候，他那个水接东西的还搞过那个微型的水膜发电，整得自家1、2家人造。哦，发电，是底下搞的。那水那个原来就是给狗我冲出来的。哎，水质也好哈，检测过没了？检测过的，我这个是都不同的过了关嘛。因为我们找的是那个路嘛，啊，并不是政府跟我们真的一次又一次，基本上就是老百姓自己斗钱。哦，你那个成都挣钱的干嘛？我倒巴不得有人住家，他爱种点蔬菜茎，种点蔬菜啊，包括我田，我一田还没有那个到荒啥，只是草，我田都有几亩。自己要吗？哦，我以前那的那个有一些来想包那种烤烟，我就看他不要租金，只要你免费给我整，我就是倒转投资肥料你种都行。你还好说话。啊，对的，因为我一个在这个地方人烟少了哈，你说一讲那个文艺没得意思的。你说喊我的我都，如果我2个年轻人要的，我都发展个原来这个市场高头也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整点包罐嘛哈。对。像我们地方整点小啤酒嘛哈，就整点养殖嘛。这跟我这样子没人打到我打嘛。就看的这看不到的范围内都是我产。但我想到我2个人的，我都找9块钱，不划算，不好耍，关键是。哎，又不好耍又不划算。春明节小打小的，我一年反正找9块钱过个日子，我记得清楚嘛。你2个都在那边咯？啊，我胖娘今年他去年跟我一起搞建筑，今年嘛，他说建筑恼火的很，女儿在确实也恼火。他现在在哪搞吧？他就在福建建厂。你们是姓哪个？我们这湾是不是搬走的？20多家几乎姓蒋，他这种我就是只是信号差一点 ，WiFi 只有能安起。网络都有。有啊。哦，那个就好。现在是电话也打得出去，像我那边啊，刚才我们2个在那个爸爸那移动电信打得出去，他并不是每台手机都打得通。那么首先有了 WiFi 嘛，现在都是微信了哈，聊天了。对。当时建的是好的，他有那种勤快的老豪强，你跟今天的，你这个他随便买那个纸上去。你这个券不存在。你这个券为12个组都行。哦。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啊，我们发现一独户人家居住在悬崖边上，环境非常漂亮啊，咱们过去探访一下。要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非常不容易啊，需要经过这样的36弯、76拐公路。
咱们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路边，这上边是公路，去到这一户人家呢需要走这样的小道，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啊。这个路边呢长了非常多的马耳草、茅草。这2天走在这个山里啊，就是有这些好处。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刺抛，都已经成熟了，可以采来吃了。看一下，超级甜。这个地方还用水泥打了这个串户路，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边，通公路实在是造价太高，所以呢，这里打的是这个串户路，大家可以看一下，路面上都有用这个水泥铺一下，然后从这个小道走过去，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走到他家，大概10分钟可以走到吧。我走过来的这一片地方啊，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而且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我觉得这边这一户人家他拥有这个下半部的整座山，而且这上面的草呢也非常的好，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养殖啊。看看，就住在悬崖边上。房子后面就是悬崖峭壁，然后这儿好大一片的平地啊，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哎，这里有个老人家在这里。哎呦，吃饭没到老娘？你早啊？你是一个人吗？啊，一个人吗？我们本来就个人，我是跟着我们4个姑娘，我们跟到幺女的。哦，你4个姑娘？哎。跟到幺姑娘的？哎，跟到幺的。哦，你贵姓呢？啊？贵姓呢？我姓谭。姓谭？对，姓谭。好大年纪了？82了。82了。哎。现在你是一个人住这的吗？哎，现在我在调出去，现在我在调出去的。我也是黑的湾，我们姑娘一结婚呢，就是这个跟着老幺嘛，那就找他进去，这地方搞人呐，他都不习惯这个手续。等于你现在是在这儿跟到姑娘住是吧？哎，这里我们就是跟着姑娘的。哦。姑娘在别嘛的。你在这儿都好多年了哈？我现在了10多年了。都10多年了哈？要就20年了。那你女儿他们在哪里呢？女儿吧。女儿啊。女儿在别嘛的，别嘛就有他们妈妈。哦，你刚才说的她生病了哈？嗯。大家看一下哈，从空中看的话，咱们还感觉不到啊。当你走到这里来之后，你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就这片平地都几10亩，而且这个地方原先居住的人，我跟你们讲，肯定不简单。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几座古墓，看一下，这里排着3个古墓，我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然后上面还刻有一些动物、人物的一些图像，啊，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美，但是它这个墓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记载，只有这里看到有一个佛字。这个圈里面是喂养的一些鸡。我们走这儿来看一下，这边还有特别古老的这个土墙。哇，那2只小猫咪，小猫咪。这个房屋都是11住的。这个房子大家来看一下，这边堆的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具、背篓，然后这个斗枪啊、簸箕啊，这个米筛啊，是吧？各种各样的农具，这堆了好多。这个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啊。看看，
两边都是土墙，然后这个中间呢是建的木房，这个木房呢也是上百年了，看这个造型都是最少上百年的一个造型。这边是住人的，这个土墙是喂牲畜的。哎，我们来看一下，看一小间一小间的，这里面是喂的牲畜啊，我还以为里面住人的。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朋友们。那边就是悬崖峭壁，在房屋的前边这呢有一大片的平地啊，大概有几十亩地。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竟然发现有几座古墓。目前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上面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啊。所以说我们从此可以推断这个地形不简单啊，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呢，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了。这一片土地上啊，也种有好多的果树，有枇杷呀、李子啊、梨呀，我都看到有，还有橘子。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形啊。从那边的古墓咱们就看得出来，最少是几百年，甚至有可能上千年的一个历史。哦，小狗儿，小狗儿，我要走喽。我要走喽，拜拜哈！这小狗特别听话呀，我到这儿来，它一点都不咬，你看，它都想跟我走。好了，拜拜啊，真可爱，拜拜。好舍不得我呀，它。然后现在呢，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那个老人家，他住在这里。这个房子呢是那个老人家他的4女儿家的。他呢是10几年前跟着4女儿到这儿来的，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种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地啊，特别勤劳的老人家哈。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哈，太漂亮了。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我又到三盆镇高炉村这边的三涨水这个位置来了，现在是早上10点多一点，我今天准备在这里蹲守，看看什么时候能出来目睹这一奇观哈。就是从旁边这个洞里面出来的水，每天呢要出来3次，不定时的出来3次。我今天就在这里蹲守，看一看这个什么时候能出来水哈。大家看一看，就从这个洞里面出来哈。这个周围的环境呢，我也给你们看一下，证明这个出水肯定是真的，不会有假哈。我们呢从这边下来的，这边有公路，这个就是上面段的这个山，是吧？这边呢就是山下面，可以看一看啊。嘿，龙王，睡着了吗？快点把水放出来看一下呀，龙王大爷！大爷，你说我来了2天了，那上一次来等6、7个小时没看到，你这一次你给看一下的，出来噻。你这是心到神知啊！龙王大爷睡醒了，现在都1点过了，你还睡啥呀？快点把水吐出来看一看。阿弥陀佛，这样不出来。哎呀，那种没有出来的人就排，来，没有出来的人就排，哎，这儿就排，排一会儿水就出来了。不要闹啊！我看到有声音没有？来了，我都行了，啊，来了。水来了，来，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水都在门口来了。真的在来。我就晓得你要来了嘛，我的天呐！运气还是不错。等了几个小时。哎呀，水嘛，你就等半个小时，它就有水了。等到它慢慢的出来的，这个就是。慢慢的，它慢慢的别急。好，它慢慢的从底下闷的出来。它犀牛吧，慢慢的荡起出来了。我刚才跑到那喊了半天了，哎呀！挖的我没见着你，不能爬到发给我。出来了，没见着你，看嘛。哇，出来了！出来了，牛就出来了。你那边都看不到嘛，你就推进去。哎呦！
等到了。从12点到现在2点过。看，好啊，慢慢的流起来的。还大呀那个水哦！你种了嘛，我都不受养，你都不什么。好大嘞，这个水还。大现在出来了，有出来了。现在都可以成鱼了，高兴的。哎。今年我们大家的运气都很好啊。大家看吧，这个水刚好流到这里，现在还。三江水啊，终于。哎呀，等到了，终于。哎，我的运气最好，我刚刚走回来。我跟你说，就是啊，你们2个朋友，你们还在高级请我们吃餐饭啦，我们洗得出来了。真的好大这个出来还，你看哦，相当大的一股水，还不是一点点，你看哦。这水好大呀哈！这大，阿条没有这么大。这么大呀！大的一出来了，大的也没出来。哎呦，这是刚刚就出来了。这个水要冒烟了，它要出来哦。谢谢啊！这会儿大家都好的噻，运气好噻。你们要啷都行，知道吗？哇，我这个心愿了了。是。看啊，这边都流不出来哈，这边没流不。哎，亮，这里出来了。你这样嘛，还是对得起人嘛。你不来对不住人呐，是吧？这么多人。他下届同事。刚才我喊一下龙王老爷，喊灵了是吧？喊了一会儿就出来了。等他。哇，也一条干沟，这么大的水出来。哎，上面也来了。哎，你看。嘿，这边是不是比那天要大点？比那天要大点哈。那天大点。那天你这水妹来了嘛？哦，上面那个小洞也来了。哇，哈哈。还是大哈。这个像这样嘛，你们回去嘛都说，哎那个，哎再有啊海参，可以。哇，今天这个龙王高兴了，来这么大的水。对。全都万岁。养我那爸分了，好多我还养我好多，你看我好高兴咯，我老子吃个米啊不能通啊。你们看这个水有多大，看到吧？就从这边过来的，太神了，真的。这是漏下去的吧？哎，这个水是真的漏过去的啊？对啊。嗯。神奇。哎呀，回来嘛，你们2点多回去，你还不养好哟？那个交了，开始交了，今天开始交了。他要说要多。那今天我们就是8个人，是不是？8仙过海了哦。他来大点了哦。开始小了。入境的，他们入境的。啊！还有他们变烂了，看变小了。看通得出来没？通得出来是黄鳝。哎，我这个那个轮起。还有卖净水器的都有，卖净水器的，对，他都有那个检测的是吧？检测的。马上要消了，只有点点了。我们来了就整几个排打呀，他也绝兄我们来看着排呀，我看这个时间，看这个时间我来。还有养动，我这个等头10分钟下出来。紧张无聊。他没有对你们那边打电话，我没给你打招呼啊。没有打招呼，这个是。我还等了电话，我说你不拿他，我喊你们那个等了电话打的，他说算了嘛，等他们2回来。弄好晒一会儿了。你还刚啊，你看啊。还在想。谁回去了？回去的是。你晒去。
好，不看了，走了，回家吃饭了。今天还是那个把这声音都可以嘛。今天如果说他不涨水了，我别他拿着过来，我不是你也拿不到你了。给我吃顿饭就行了，说很简单。他不爱吃饭了，他就看这个，看这个声音。你们走后面了，我们走了啊！今天这个运气不错，不虚此行啊！终于看到了。哎呦，上一次来看了6、7个小时都没看到，今天来等了3个小时，不错啊，运气不错。真的挺饿，我都饿得心慌了。哎呀，祝大家今年都运气翻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我的车呢就是停在前面这个垭口的，已经没有公路过来了。那么整个这个位置呢，四周都是山。好像还涨水了哈，听着峡谷里面的水声非常大。那么这里面住的这一独户人家呢，就是走这一条小道过去啊。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贵州呢一直在下雨，所以这个路面是非常泥泞的。走这样的路呢，最好是要穿带钉子的鞋啊。比如说我就是穿的这个带钉子的这种户外的鞋。如果你在城市穿的那种平板鞋的话，你走这个路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一走一滑，一走一滑，是吧？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步行这样的羊肠小道啊。那看看这一家人就住在前面那个峡谷的那个山下边哈。我们看着虽然比较近啊，但可能走过去呢，也是要走个10来分钟啊，接近20分钟的这个路程啊。好多朋友跟我说呀，想找一个深山里面的地方隐居，最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你看看这样的路，你能不能坚持哈？说实话，现在你再让这个山里面的人回来坚持走这样的路，估计都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何况你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生活过，我觉得是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哈。像这样的路，一不小心直接就是要摔跤的，特别滑。它这个泥又是属于那种黄泥地，一踩的话它就是会粘鞋的，粘得特别厉害。哎呦我去！住在这个峡谷里边这一户人家呢，他其实还挺勤劳的。你们可以看看他这个进家的这个路两边啊，这些树木啊都砍开了，然后整个路面看去呢，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宽敞啊。我已经到这里了，然后他们就住在这个下边。而这一片的它的田啊地啊都种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田里面的这个水稻都还没有收。这地方环境怎么样？真的是特别漂亮啊！而且那个上面那个位置好像有一个山洞啊，这里目测的话，这个房子应该是做的一个抽水房，他们那个。另外一个村庄的喝的水哈，是从这个地方拉过去的。这个地方是水源丰富啊，环境优美，是吧？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啊，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啊，这个水塘里面是以前面的位置是深不见底的，就是它里面喂的有一个鱼100多斤，说是好多年了，有一个100多斤的鱼。偶尔会看到游出来啊。耶，说，吃饭没了？中午的菜好好的坐。你锅子那没收啊？
包裹都没收完。你还在这在落雨哦？就在落这个雨呀，没办法哟，我说这个天，手机都烂的嘞，哎。收进来都烂了。我收啊。哎，包裹都像有点烂哈。我这浪几多人都去没点点呐。哎，都是走。这也干的包裹呀？啊，你这个天气暴啊，不水过不到，包裹一烂得多哦，这个湖边烂了，不然也整了。你个包裹还整得多嘞？没到多啊，我后天没取完呐。全部干的也早起。啊。没有取完。啊。你干了哪边了？我在高级还在没取完。这个也都有，花生也干了浪姐。我这个录雨期了，没有办法，录雨期了不。你那个生录雨期的进在泥巴。啊。现在怪球的。还要录了吗？对啊，要春2天不吧？真的这还没啷个录啊，我才出来调耍下呀。啊。你在这儿录啊？干下过把多月了吧？从前也录家，也过多月了。没有现在昌盛的。两锅子一点过得两锅子喽。锅子过得要往添加这吹气。要才能不录都好哦。不录的那阴好哈。啊，就可以过了。阴去都那个沟，都要干露水沟，稀土锅都要烂我都来。我家锅子今年还不错啊。不，现在好嘎。就是好像大部分糯米是不是？全部都是外地种，不对的。外地种是糯米不是？不是糯米，它是粘贵。你没在糯米里摘啊？我369，我没去录过种的，我就趁着力量种这369哇，跟没求得了卖录我都卖贵也就了。好。哎，我这做好啊。这儿也长水球了哟。这也跟着都用好水牛雨水水。是啊，记住那水声音。哦。如果涨水还要大点喽，我那个排洪都装不到啊，都提干涨翻了，都满了水。那个排洪就对了。看了，2水库。看那个鱼没有？鱼没去喂，我买鱼12岁多像。这种的鱼也好吃。啊？这种鱼也好吃。你整到过鱼没得了里头？原来我喂过了，喂了真的好吃得很咯。你不然它里头有个大的喽？大的那弄不到。弄不到，你看到过没得？看到过了。鱼排多长？要排多长？把钓出来的？钓不到，后来好多人都没有把弄到哦。有人来整过的是不？整不到。线路那笨断的，12号的线路经不起笨。12号的线路经不起整？他拿啷家是钓了啊？鱼竿喽。拿啷个钓的啊？小个用了去钓的那些，他们拿那鱼竿线路啊笨断的啊，笨得嘎得够紧。一嘎头。里头有嘎头。喊2个人来钓，喊2个高手来把个鱼钓出来看啊。我要高手都够。那个鱼了吧，2、3桌人来吃了我整来。2、3桌人也把2、3桌人也吃不到啊。啊，情况。是啷个鱼啊？你喂的噻？以前。鲤鱼啊，我跟大都是鲤鱼。都是鲤鱼。都是以前放进去的。以前放的。他们以前生的那加起这个汽油包抽这个水库抽。都没抽干，用煤罐烧油炸混球的。有些没炸出来就跳那个矮空中去了，可能就打2个鱼饵，就发散起来，就长个大鱼。长个大鱼。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受这个病毒的影响啊，劝大家呢不要随便去串门，也不要去大街上乱转，像我一样哈，到山里面转一转，看一看最好，又呼吸新鲜空气，又锻炼了身体，是吧？现在呢，我就要到这个山林里面去，顺便呢跟大家谈一个几十亿的项目。如果正好有老板是搞这种开发的，可以到这里来开发一下。咱们家的土
年前已经犁完了。等一下这个新年来了之后呢，就可以耕种了哈。等这个下一波太阳吧，这2天先玩一玩。大家看这个石墙，这个石墙呢一直延伸过去，一直从那边整个山，就上面整座山全部是这个石墙围着的。大家猜得到这个石墙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几十年前拦这个石墙就是为了拦野猪的，留了一个口，专门就是打野猪的哈。这个石墙，当然现在已经早就毁坏了，好多地方都已经坏掉了。我们这个大项目啊，是在这个林子下面的，我现在带你们下去看一看，就从这里下去。哎呀，是这里下去吧？就是从这里下去啊。我先把这个锤子丢下去，锤子，刀也丢下去。我自己都好久没有到山里面来了，哎，真的应该要多到这个山里面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这个树林里面。大家看一看，我要跟大家说的项目就是这个，这个是一种宝石啊，叫做方解石。如果再往这个石头沉下去，下面山体里面的话，它开出来的就比这个透亮，叫做滨州石。其实去年的时候我拍过一个视频，也就是说好几波人来看过了，我其实等着他们开发呢，但是也没开发。就是来勘探的几波人都说这个地方地下蕴含的这个存储量的话，价值最少是几十个亿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山体啊，它整个山体里面是通风的，这个呢可以证明，就是我们上边呢有一个消洞，有一个坑，是吧？它是可以消水的洞。就是好多年前涨水的时候呢，从那个地方他们有放那个骨壳，就是水稻打成米了之后那个骨壳，从上面放下去呢，它跟着流到这个河里出来的，所以它整个山体呢是通风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证明这个方解石呢，它的产品品质比较好。好几波人呢都是想来开发，但是好像是这个办证是非常麻烦的。现在想要在山上开发这种石头的话是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你有采石证是不行的哈，必须要有采矿证。那这个证呢是非常非常的难办的。这个石头有一个特点，大家看看，它要么就是成粉末，它不会一颗一颗的，它一颗一颗的就是这种菱形状的，看到吧？它会是这种菱形状的。这个呢，它是属于表皮的，所以它根本就不透亮。如果再往下面一点的话，那么它这个整个晶体从这里是看得透过去的。这一个菱形状对面放一根线啊，然后我们从这边看过去的话，它是看到是2根，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光学材料哈。上面这种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啊，好的都在下面，就是那种透亮透明的都在底下呢啊。这个石头开采的话，它的风险也蛮大的，底下去如果找到有好的呢，你可能就会大赚一笔。但如果说下面的品质整体不算好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亏本。所以说它的开采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东西又不能说像开采石头一样可以用炸，它不行，它必须是开洞进去之后用切割机来切割，就是切成四四方方一块一块的切割，然后拿出来啊。所以这个开采的这个工序还有这个技术要求都非常高。如果说正好找到一吨非常好的这个滨州石，而你开采的手法不对的话，可能就报废了。这个东西一旦报废一块，可能就是值几十万。这种石头吧，就是说它上面的那些表皮的都不怎么好，就是一吨可能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下面好的东西就非常值钱，如果找到好的东西的话就很值钱很值钱啊。存储量价值都说是最少有几十亿，但是想要开采的话，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一要技术，二要资金，三要证件，是吧？如果说让我自己来开发的话，我觉得我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四四方方的，然后呢，当成装饰来放在这个客厅里面。我们从这边看去那边都是双影、重影，也非常美观哈，也非常具有这个观赏价值。我个人觉得这样非常不错哈，这个市场也非常大。如果说你卖的不是很贵，打比方说卖个几千块钱一块，我估计是有不少人愿意买的。把它那个打磨好，是吧？看去是晶莹剔透的，非常漂亮，又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我觉得是很有市场哦。大家说是不是啊？如果哪个大老板正好是做这个方解石这一块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或者私信我过来看一看啊，非常非常欢迎。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在贵州思彬县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坑村，整个村子居住在狭长的天坑内，不通车路，公路只能开到这个悬崖口，然后要步行通过这个悬崖峭壁到达天坑底部。这里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悬崖峭壁、河流湖泊在这里应有尽有，绿树成荫，瀑布成群，还有方孔穿洞这样的地质奇观。这个地方简直是一片人们心中的世外桃源。如果说哪个大老板来这里投资，像湖北恩施陆苑平那样装一部电梯直达天坑底的话，那就完美了。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天坑村的村口，前方就是悬崖峭壁，车子呢只能开到这个位置。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估计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天坑底啊。今天啊，又是一场不小的徒步探秘挑战哈，走吧。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生态环境多好，山里面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有好多鸟叫声我都没听过。现在咱们等于是要从这个地方过去，一直到那个峡谷口那个底部，然后呢，从那个地方还要绕好几道弯，才能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要走多少时间呢？这些崖壁栈道都是他们村民自发的进行开凿的，可以看一下这边，下方都是万丈悬崖的这种感觉。当年修这条崖壁栈道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地方的公路为什么只能修到那个天坑口呢？因为和这个天坑底部的落差太大，有近400-500米的落差，而且周围全部是那种悬崖峭壁，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公路修下来的。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些动物啊，各种鸟类的天堂，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一般，基本上没有人的踏足。已经走到峡谷的底部了，我们要过这个水沟。这个地方呢是他们搭的一个石拱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走在这个荒野之中啊，真的是一路山川美景尽收眼底，可惜能跟大家呈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啊，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佩服我们中国的电力啊，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是吧？使命必达。下来之后呢，这里已经到达了村民们做土地的地方了，但是要走到他们居住的地方，还得有好长一段距离。这个房屋是干啥的啊？这个房屋呢，也应该以前是一个寺院吧，我感觉哈，应该是一个寺院。
但是现在和菩萨也不在这里住了。从这个空中看呢，我们可能不太有感觉，但是走到坑底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阻隔。这个下方还有一条河流啊，这儿的生态环境简直是太美。然后这边是当地村民种的一些瓜，南瓜啊。然后这边这块田的话是荒废了，啥也没种。这一块田的话又种一些水稻。那么这里呢，给人的感觉是很古老的一个村庄。这个是干嘛的？哇，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碾房。哎，这个位置周边是没有看到有人居住啊？难道以前这里有人居住吗？那为什么把碾房搞的这个位置呢？看一下，很大的一个碾房。这个已经是很久远了，已经现在荒废了，没有用了。难道是像后来这个咱们用机器打米啊，或者说碾玉米啊之类的？难道这个地方以前是公用的碾房吗？然后把碾房修在这里，村民们呢从那边自己把粮食背到这里来碾，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天坑里面这些住户啊，他们的祖先当初为什么想到在这个天坑里面来住？看到这下面的这一坝田，这里的生态大家应该是知道了。这个地方真的是土地肥沃，风景又好，几边呢悬崖峭壁给封住。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山有水有崖壁有肥沃的土地，对吧？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像不像一片遗失的世界，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村的门口有一条小河盘村而过，而且在这个下游的位置是那种弯来弯去的九曲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别咬我啊！吃饭没有？哎，还没有。看来还有好多家人住在这里哦，这里养了很多鸡。然后这下边是一整片的房屋。这村庄看起来就非常的古老，然后他们的这个边上都砌了这个石墙，一片的房子。这个地方咱们感觉以前也有一个宰鸡地吧。可能房屋搬掉了。走，就在外面就行了。呀，这个小狗儿好可爱哟！小狗儿，你好大年纪了？70岁。70岁。贵姓呢？贵周。姓周。门街周。在这儿都姓周吗？我个人姓周啊。都是你个人姓周。哦，你是外面嫁到这儿来的？你们家在哪里呢？重庆呢？重庆的啷个会嫁到这儿来呢？别人介绍的是吧？他是有婚的。哦，我晓得了。那你上来都有40-50年了。他们这里姓啷个呀？男姓都有。哪个姓都有？你家几口人哇？我家3口人。3口人。啊，3个人有个病人呢。小孩是吧？啊。他啷个原因啊？都残疾了耶。现在都不啷个走出去了哈。太费劲了。那以前背东西你啷个办呢？背东西啊，家啥捡都是个背一个挑啊。后手完的捡嘛，因为丢马嘛，都拿马驮啊，对吧？后面就拿马驮，要背肥料，些是从哪里下来？啊是哦。那地方驮马也危险的，挨搞紧。马打死嘛，几个马。马都打死过来。大。总的这个地方有好多人嘛？有。原来呀。啊。70多个人，也不少的人哈。
你回重庆去过没有？有的钱对不对？你重庆哪点的哦？朝天门。你是重庆朝天门？那点不是大城市中心吗？在朝天门前过5毛钱的船，在到我家了。你家那个村叫哪个名字啊？叫新路村。新路村。现在好吧，你回去都找不到路了。那些全部绑完了，全部把那些全部推平，全部。我们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个大厂房了嘛，四面八方的人都有啊，我们家是随便哪个省份的人都有啊。那你那个时候还饿啷个饭了？厂里面不上班不行吗？哎呀，上班那时候我们就小噻。10几岁哈。你一个人要起上来的？你一个人要起上来，要到这个山里面来的？那你也是挺厉害的。厉害。你说你上来几十年没有回重庆去过？4个年回来的。大概哪个时候去过了？来了2、3年，年8。回去过。回去过又回来。然后后来就没回去过。现在你到朝天门去，你都是不认识了吧？如果不是电视上看到了话。你啷个会这几十年都没有回去过啊？不是应该回去看哈吗？没钱呢。要好多钱嘛？也是有点钱的嘞，回去应该都回去啊，你不可能回去，我回钱你回去啊。你来重庆有兄弟姐妹啊？西噻？有啊。他们来看过你们的？来过啊。都来过哈。这个崖壁角这里呢，是一户人家，2栋房子，然后只有一个阿姨在这里住。曾经这个天坑下面也是热闹非凡呀，他们总的有60、70个人，现在只有几位老人在这里留着。房屋周边呢，这些都是看着特别荒废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是一个猪圈，这个猪圈呢也是露天的了，可能也没有喂猪了吧。我现在要继续往这个河流的上游走，他们告诉我上面有几个瀑布非常漂亮，说是要走30、40分钟，我得走过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美，朋友们？但是我真的没有精力走到瀑布那里去了，我只能用无人机去给你们看一看那个美丽的场景。可惜啊，我跟你们一样，只能眼睛到达，身体到达不了了。这个村庄啊，真的是隐藏在大山之中的秘境之地。原来他们这儿住有10几户人家，70多口人。现在呢，大概只有10个老年人在这里居住，6、7户人啊，差不多一半呢都已经搬出了这个大山。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能够看到高山崖壁、河流、湖泊。从村庄步行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看到上游的2个瀑布，也就是我们镜头中的这2个。然后再往下游走，通过这些弯弯曲曲的九曲水啊，就到下游有一个落差也是有几十米的瀑布。但是要来到这个地方真的不容易啊，朋友们。下崖壁来到天坑底都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返回去的话得1个多小时啊，所以说也是一个体力活啊。他们这个地方呢，居住的都是汉族，
它不是一个家族搬到这里来的，而是东一家西一户的都觉得这个天坑里面好，所以搬到这里面来的。有的可能是200年前搬来的，有的可能是100年前搬来的，反正就是陆陆续续的搬进来的。这里面总共也有4、5姓人家。唯一的缺憾就是不通公路啊，要步行啊，来回得2、3个小时，确实有点费劲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